大家好，这里是龙鸟电玩，我是龙丸。先说好，我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作为一个以这个游戏为主要内容的频道主，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也不用对着少得可怜的游戏内容硬做视频。在去年的更新影片中，官方有提到过要在今年对游戏玩法和内容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就推出了以英雄为核心的 2.0 版本，试图增加游戏的可操作性和改善原来就模糊的游戏定位。虽然我不是说多满意吧，但是也不排斥，因为可以感受到官方想做积极的改变，至少能看出他们想救这个游戏。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典型的两头不讨好。休闲玩家认为玩法不如 1.0 版本，核心玩家也没有很明显的增加。从推出 2.0 版本到宣布正式停止运营，这半年里玩家数量不增反降，游戏热度也不如野猪搭配矿工无脑撅人、超级狂暴大行其道的 1.0 版本。月营收也从24年开服首月的2200万美元一路跌到了25年10月的18万美元。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绕不开不尽理想的游戏平衡环境。在英雄技能主导打法的情况下，玩家们一旦把技能点数点给了版本弱势的英雄，那就意味着他将毫无游戏体验。在对局中运营不出错，甚至优于对手的情况下，还得眼睁睁看着被蛮王秒杀。现在看起来这些都不太重要了。作为一名老玩家，今年7月是我冲分最猛的一个月，赛季结算杯数也超过了15000杯，最终排名全球第5。我的总对局数来到了1万场，光花在对局中的时间就已经快接近700个小时。当然这些数字也应该不会再增加了，而且相比其他玩家来说，我花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算多的。回顾这段经历，是什么让玩家愿意高强度的游玩冲刺世界排名呢？我觉得除了 Supercell 一贯令人上瘾的游戏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玩家对它的期待。这是超级细胞时隔7年再度全球发布的游戏，大家都希望它可以成为移动端的下一个爆款。要知道，在堡垒小队之前， Supercell 全球发布的上2款游戏是皇室战争和荒野乱斗，还有在测试阶段备受玩家喜爱，后来移植到皇室战争的 Clash Mini。我觉得这款游戏更应该全球发布，如果堡垒小队都可以的话。内容创作者的心态大致也如此，有些一直在坚持投稿，更多的是看重这款游戏的潜力。23年经历了总计17天的封闭测试，24年4月软启动，再到1个月之后的全球正式发布，再加上 Supercell 过往产品的口碑背书，大家都觉得官方会为这款新游戏护航。即便早就感受到了游戏中的平衡性问题以及游戏底层玩法吸引力不足的弊端，但 Supercell 用实际行动证明，就算是已经全球发布的游戏，也可能因为表现不如预期而停止运营。这也让我产生疑问，官方在宣布推出 2.0 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做好了视情况终止服务的准备呢？这款游戏的发布是否也太过仓促？堡垒小队负责人乔纳森也在采访中提到过，团队原本以为游戏在24年上线的时候就可以吸引到休闲、中和、硬核全圈层的玩家，结果却事与愿违。从事实上看，25年推出的 2.0 版本客观上加速了游戏的终结。目前官方已经在游戏界面上公布了停服的消息，今年年底将发布最后一次更新，推出新英雄比特8号，26年初将正式终止开发，玩家可以将25年的氪金款项转移到其他任意的 Supercell 游戏。公告中，官方还承认游戏后期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在推出 2.0 版本后，他们也意识到无力回天。我觉得换个角度看，游戏停服未必是坏事。与其在一款不温不火的游戏中内耗，不如将时间、精力与期待投入到下一款游戏中。无论是对于玩家还是游戏制作团队，我觉得都应该这样。最后想和大家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更新堡垒小队的相关游戏内容，但会持续发布正在进行第2次内测的全新 IP 游戏 Bolt Game 和 Project Rise 的最新动向。希望这2款游戏可以给我们更好的游戏体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